刚官宣举家永久搬回英国，哈里转头就私下找上了内政大臣马哈茂德，开门见山，只谈一件事：全家的安保经费什么时候敲定？1年500万英镑的开支，他摆明了要让公共财政全额兜底，甚至连安保等级都提了硬要求，不能输给威廉王储一家。嘴上喊着回国陪伴年迈父亲尽孝，实际第一笔账先算到了纳税人头上。这哪里是衣锦还乡的团圆戏，分明是带着条件上门的谈判局。谁都没想到，这场回迁大戏的第一个爆点，不是父子团圆，不是兄弟和解，是赤裸裸的钱和特权。巴尔莫勒尔闭门峰会刚定下不恢复公职，不给王室资源，不搞折中方案的3条红线，哈里半句不接茬，直奔最实际的安保利益下手，等于直接把我回来就是要好处的心思摆到了台面上。6年了，他兜兜转转一大圈，从闹着要自由到哭着要特权，绕来绕去，终究还是绕不开王室身份那点红利。先给你捋清楚整件事的前因后果，步步都透着精心算计。8月下旬，哈里方突然放风，说几周之内就带着梅根和2个孩子永久回迁英国。阿奇和莉莉贝特的学校都找好了，伦敦郊外的私宅也敲定了，理由说的特别冠冕堂皇，多陪陪身体不好的查尔斯国王，让孩子认祖归宗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媒体扒出来真实的回迁触发点，根本不是什么亲情召唤，是之前一直在候补名单上的私立学校，突然空出了2个入学名额，他们才临时决定赶在9月开学前搬回来。说白了，孩子上学是刚需，陪伴老父亲是顺便拿来当挡箭牌的。听起来特别温情，对吧？可转头就爆出官宣回迁的消息，刚放出去没2天，哈里的团队就联系上了内政大臣，催着敲定安保方案，催到他自己都坦言已经麻木了。更微妙的是时间点，王室刚在巴尔莫勒尔开完苏塞克斯家庭峰会，闭门定了规矩，说不恢复公职，不给王室宅邸，没有半公半私的折中方案。结果哈里这边半句不聊身份，不聊规则，直奔安保经费主题，半点弯都不绕，等于直接把最实际的好处摆到了台面上。这事他可不是第一次干，退出王室这6年，他为了公费安保的事，跟内政部打了好几年官司，去年还专门起诉政府，结果直接败诉，法院明明白白判定，非在职王室成员不享受公费安保待遇，可他从来没死心，一直逼着官方重评风险等级，自己还专门做了份40页的报告，列了6起本土针对他的恐怖阴谋，说5起都起源于英国，还有4名相关人员已经出狱下落不明，渲染独狼恐袭威胁，硬要蹭王室的安保福利。更讽刺的是，他连自己掏钱买官方安保的路都试过，结果照样被堵死了。2023年查尔斯加冕礼前，他就主动提出愿意自掏腰包雇佣伦敦警方提供保护，直接被内政部驳回，理由非常干脆，专业警力是公共资源，不能成为富人的私人保镖。RAVEC 安保委员会也明确表态，原则上不允许私人付费调用王室保护组的专职警员，一来会破坏警力分配的公平性，二来会让有限的精英安保人员沦为有钱人的私产，等于公费的路走不通，自费买官方背书的路也被堵死了。他折腾了好几年，连个折中方案都没捞着。算下来，光是安保相关的官司他就打了3场，从2021年一路打到2025年，律师费花了几百万英镑，结果全败了。他甚至在法庭上指控安保降级是王室代表暗中操纵的结果，本质是对他脱王的惩罚，可法院查来查去，根本找不到任何证据支撑这种说法，反而认定 RAVEC 委员会的决策完全符合既定规则。败诉当晚，他还在 BBC 专访里罕见示弱，说父亲不再理我，但我想回家。卖惨的话音刚落，转头又接着催安保评估，软硬兼施的套路玩得炉火纯青。可你看看其他退居2线的王室成员，扎拉、彼得、菲利普斯、尤金妮、比阿特丽丝，哪个不是自己解决安保问题？人家同样有王室血缘，同样是公众人物，没人天天追着政府要纳税人买单。偏偏哈里退出了公职，卸下了责任，待遇半分不肯降，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？这话真不是双标，王室的安保分级体系早就明明白白摆着。2011年女王就亲自下令，
停掉了尤金妮和比阿特丽丝两位公主的24小时公费安保。当时安德鲁还跑去闹了一场，说女儿生下来就该有王室保护，结果女王半点没松口。从那以后，两位公主10几年都是自掏腰包请私人保镖，一年少说50万英镑的开支，从没对外抱怨过半句。不光是他们，安妮长公主、爱德华王子夫妇这种在职的旁支核心成员都没有全天候的公费安保，只有出席官方公务的时候才会配警力，平时私人行程全靠自己安排。人家正经干活的王室成员都没享受的待遇，哈里一个退出公职6年，靠爆王室黑料赚钱的人，反倒理直气壮要对标威廉的王储级配置，甚至连安保团队的编制、武器配置、情报权限都要向核心圈看齐。说难听点，这根本不是求安全，是求身份认证。只要警方的武装保镖往门口一站，就等于官方盖章他还是核心王室一员，走到哪儿都高人一等。这份面子比每年500万英镑的真金白银对他还重要。很多人觉得哈里就是抠门，想省每年几百万的安保钱，毕竟现在他现金流紧张，每日邮报官司赔了上千万，自有品牌又卖不动，能省一笔是一笔。可你往深了想就懂了，钱从来不是最核心的原因，他真正放不下的是早就失效的王室核心身份执念。6年前主动签桑德林厄姆协议的时候，他以为自己是挣脱束缚奔向自由，觉得凭自己的名气和王子身份，在好莱坞照样能混得风生水起，有没有王室公职根本不重要。他甚至觉得摆脱了王室的条条框框，他能活得更自在更风光。可6年过去，他才发现离开了王室的平台，他什么都不是。名流圈的朋友散了，商业合作黄了，连当初捧着他的媒体都转头踩他。其实当年签的桑德林厄姆协议里关于安保的条款写得清清楚楚，放弃王室高级成员职务后，不再自动享有纳税人承担的全天候警务保护，后续入境英国的安保需提前30天报备，按单次行程评估风险。这份协议是女王在世时亲自敲定的，哈里当时白纸黑字认可了，等于双方早就把规则说死了。现在他回头反复纠缠，本质就是想推翻当年的约定，既要当年争取到的自由，又要当年放弃的特权，把全进全出的规则硬改成两头都占的福利。这种从云端跌到谷底的落差感，比没钱更让他难受。所以他死死攥着公费安保不放，根本不是缺那几个保镖，是缺那份官方盖章的特殊待遇。在他心里，只要政府还给他配公费的武装安保，就等于变相承认他还是特殊的王室成员，还是高人一等的存在，没有彻底沦为普通平民。说白了，他一直拎不清2件事，王室血缘家人身份和在职王室公职身份根本不是一回事。他总觉得自己是查尔斯的亲儿子，是天生的王子，特权就该跟着他一辈子。可王室的规则从来都很公平，特权永远绑定责任，待遇只属于履职的人。你不干王室的活，不承担公共责任，凭什么占着王室的福利？他总拿戴安娜的事当挡箭牌，说童年阴影让他害怕失去安保，怕悲剧重演。可戴安娜当年失去公费安保，是因为她主动离婚，退出了王室核心，本质上和她现在的处境一模一样。更扎心的真相是，戴安娜1996年离婚后，是自己主动要求撤掉了大部分官方安保，只想过更自由的私人生活，只有陪威廉哈里出行的时候才会申请警方保护。她到最后都清楚，离开了王室核心，就不该再占着王室的公共资源。反观哈里，一边把母亲的悲剧挂在嘴边当筹码，一边连母亲当年的分寸感都做不到，拿着戴安娜的名义给自己谋特权，说到底不过是借母亲的名义满足自己的身份执念罢了。他一边骂王室的规矩令人窒息，一边又死死抱着王室的特权不肯撒手，这种既要又要的拧巴，才是他所有痛苦的根源。他嘴里说的500万英镑还只是基础报价，真正按威廉家的标准来，一年得800到1200万英镑。从情报评估、线路规划到武装警员、专属警队，全套都是国家安全级别的配置。他只字不提自己和威廉的身份差距，只盯着待遇不肯松口，仿佛只要安保规格跟上了，他的地位就也跟上了。这份安保
早就不是保护人身安全的工具，是他用来自我慰藉、证明自我价值的最后一块王室身份招牌。他怕的从来不是不安全，是不再被算作核心的那种失重感。更耐人寻味的是这次的操作手法，说是私下恳求，实则是先斩后奏的逼宫。他算准了3步棋，每一步都踩在王室和政府的软肋上，精准得很。第一步，用继承事实倒逼让步，先关宣永久定居，孩子入学，把人先搬回来，生米煮成熟饭，到时候人都在英国了，真出点什么安全问题，政府和王室都要担责任，面子上也过不去。他赌的就是查尔斯心软，赌政府怕担风险，最后只能松口给他配安保。这招他早就用过，当年退出王室的时候，也是先放风官宣，倒逼王室坐下来谈判，最后争取到了1年的过渡期。现在不过是故技重施，拿全家定居这个既定事实当筹码，逼规则为他让步。第二步，打亲情牌博同情，把回国理由包装成陪伴老父亲尽孝，让孩子认祖归宗，站在道德高地上。你总不能不让儿子回家看爹，不让孙子回英国上学吧？只要亲情的人设立住了，索要安保就好像顺理成章，反对的人反而成了不近人情、破坏家庭团圆的恶人。他也算准了查尔斯的心思，国王今年77岁，还在抗癌恢复期，晚年最看重的就是家庭团圆，尤其是孙辈的陪伴。之前7月海格罗夫的下午茶，祖孙俩见了一面，查尔斯心情明显好了很多。现在哈里带着2个孩子回来，等于捏住了老父亲的软肋，不信他能眼睁睁看着孙子有风险不管。第3步，拿风险报告压人，40页的威胁报告甩出来，列得有鼻子有眼，又是本土独狼袭击，又是出狱人员下落不明，把风险等级拉满。潜台词就是我不是无理取闹，是真的有危险，不给我配安保就是不负责任，出了事你们担着。他甚至还算准了舆论的分歧点，有人会同情他的童年创伤，有人会支持按风险等级配安保，最后吵来吵去，说不定就能混个折中方案，哪怕政府承担一部分，也比自己全掏强。只可惜他算漏了一件事，现在的英国老百姓自己都在为取暖费、生活费发愁，生活成本危机闹了好几年，谁愿意看着一个坐拥千万豪宅、出门坐私人飞机的王子，花纳税人的钱养保镖？已故女王的前新闻秘书安德森说的特别直白，人们正在为糊口挣扎，还要为2个非在职王室成员的安保买单，换谁都不会满意。他倒好，还觉得500万英镑在王室预算里只是小钱，这种何不食肉糜的傲慢才是最让公众反感的地方。这是闹到现在，王室内部的态度也分得明明白白，一场围绕安保的攻防战早就悄悄打响了。最纠结的还是查尔斯，一边是亲生儿子带着孙子孙女回来，他打心底里高兴，也确实心疼哈里，怕他真出安全问题。当年戴安娜的事是他一辈子的遗憾，他不想同样的事再发生在儿子身上，所以他私下里不是没动过念头，要不从自己的私人财产里拨一部分，帮哈里承担安保费用，既不违反公家的规矩，也尽了父亲的心意。毕竟安德鲁闯了那么大的祸，最后都是查尔斯自掏腰包给弟弟付安保费，找房子住。亲儿子总不能比亲弟弟待遇还差吧？可他又怕开了这个口子，寒了威廉的心，也坏了王室的制度。毕竟桑德林厄姆协议是女王在世时敲定的，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退出公职就不再享受王室公费待遇。要是他一继位就改规矩，等于打了女王的脸，也动摇了君主制的规则根基。所以他只能和稀泥，不公开表态，让内政部按专业评估来，自己躲在后面，既留了父子情面，又不用担破坏规则的骂名。说白了就是公家的规矩不能破，私下的补贴可以有，至于能补多少，全看哈里的表现。可威廉这边态度就硬多了，半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。在他看来，哈里这就是赤裸裸的钻空子、破规矩。当年签协议的时候说的好好的，经济独立，自负盈亏，现在混不下去了就回来蹭福利，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？威廉心里跟明镜似的，今天松口给了安保，明天他就敢要更多特权，后天就能提半公半私的方案，
桑德林厄姆协议等于成了一张废纸。一旦开了这个先例，以后所有退出王室的旁支都能有样学样，都来要待遇、蹭福利，王室的规矩就彻底乱了。更让他介意的是，哈里要求安保等级对标自己一家。威廉是什么身份？王位第一顺位继承人，未来的国王，他的安保关系到整个君主制的稳定，是国家安全级别的配置。哈里一个卸任的旁支王子，凭什么跟王储比？这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，是尊卑秩序、继承顺位的原则问题，半分都不能让。所以威廉早就跟内政部打过招呼，一切按规矩来，绝不能因为哈里是国王的儿子就破格。甚至巴尔穆勒尔峰会上，他也是最坚持底线的那个，不恢复公职，不给公费资源，不搞折中方案，3条红线焊得死死的。不光是制度层面，信息层面也防得严严实实。王室内部的涉密信息，包括安保部署、国王行程、核心公务安排，全对哈里团队屏蔽，就是怕信息泄露，也怕他拿着内部信息出去当素材卖钱。威廉很清楚，自己这个弟弟早就没了底线，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。他是未来的国王，不能拿1000年君主制的根基送人情，兄弟情分早就被消耗光了，剩下的只有职责和底线。至于梅根，他根本没兴趣掺和这些王室内部的拉扯。对他来说，安保问题就是一笔再简单不过的生意账，要是公费能报销，每年直接省下几百万英镑的开支。这笔钱拿来做品牌，拍剧集不香吗？他这次跟着回英国，本来就不是为了回归王室，重点全在自己的事业上。跟盖里奇谈的绅士们聚集，本色出演《落魄贵族公爵夫人》，拍摄地就在海格罗夫庄园附近，蹭着王室的话题度，流量直接拉满。苏塞克斯公爵夫人的头衔挂在简历上，谈合作、谈片酬都能抬好几个档次。说白了，王室身份他是半点不想承担责任，可头衔带来的流量和好处，他是半分都不肯少占。哈里在前面跟王室拉扯安保、争身份，他在后面铺自己的商业版图，好处一起拿，骂名哈里丹，算盘打得比谁都精。他甚至早就悄悄注册了英国和英联邦国家的商标，就等着搬回来之后全面铺开市场，靠着公爵夫人的名头收割一波英国消费者。回英国对他来说根本不是什么回家，是开拓新市场的商业布局。英国政府这边的态度也特别耐人寻味。首相伯纳姆被记者问起的时候，轻飘飘一句私人事务就带过去了，既不说给也不说不给，把锅全甩给了专业评估委员会。说白了就是不想得罪国王，也不想惹众怒，先拖着再说。可负责评估的王室及公众人物保护执行委员会早就有了初步结论，哈里不符合国家资助安保的资格。之前7月底的评估就定了条，哪怕现在他永久定居，身份也还是非在职王室成员，威胁等级够不上公费都抵的标准。现在之所以把他的申请提上优先议程，说白了还是看在查尔斯的面子上，走个过场，给国王一个交代，最后大概率还是驳回。毕竟民意摆在那儿，最新的 YouGov 民调显示，82%的英国民众反对用公费给他配安保，认为他既然选择了退出王室，就该自己承担安全开支。也难怪网友吐槽的扎心，当年拍胸脯要经济独立，追求自由，头也不回奔赴加州，现在钱花光了，人脉散了，灰溜溜回来蹭安保、蹭福利。自由是他的，钱是纳税人的，天底下哪有这么划算的买卖？更讽刺的是，他之前还说英国不安全，有种族歧视，拼了命要往美国跑，现在又哭着喊着要回来定居，还要英国政府给他配安保。翻来覆去，好处全是他的，道理全在他那边，怎么算都不吃亏。可规则就是规则，不能为某一个人的特权破例。如果就因为他是国王的儿子，就能打破不履职就无公费待遇的规矩，那对所有遵守规则的人来说，都是最大的不公平。对其他自掏腰包的旁支王室成员不公平，对辛辛苦苦交税的普通民众更不公平。其实整件事看下来，核心从来不是那500万英镑的安保费，是一个永远绕不开的道理。特权从来不是血缘的赠品，责任才是身份的底色。你选择了卸下责任，奔向自由，就别再惦记着配套的特权与光环。你砸碎了规则与信任，
就别指望回头还能享受体系的庇护。王冠的重量永远在肩头的责任，不在头顶的头衔；身份的认可永远在实际的付出，不在无休止的索要。哈利总觉得是王室亏欠了他，是制度亏待了他，可他从来没问过自己，他为这个身份，为这个国家，到底付出过什么？